了断自己。有庆家的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，玉米想把手里的东西掖紧一些，一不小心却弄掉了一样东西，是玉米的相片。相片躺在地上，一副不知好歹的下作相，居然还有脸面笑。玉米想用脚踩住，但是迟了，有庆家的已经看在了眼里，他的脸上已经明白了。玉米羞愧的连有庆家的都不敢看了。有庆家的捡起相片，一抬头便从玉米的眼里看到了危险。玉米的眼睛特别的坚决，是那种随时都可以面对生死才有的沉着和坚定。有庆家的一把抓住了玉米的胳膊，拽起来就往自己的家里跑。有庆家的被玉米一直带进自己的卧房，卧房的光线很不好，但是玉米的目光却出奇的亮，出奇的硬，然而配着一脸的痴，那种亮和硬分外的吓人了。有庆家的拉过玉米的手，央求说：玉米，你要是还拿我当人，你就哭。这句话把玉米的目光说松动了，玉米的目光一点一点地移过来，望着有庆家的，嘴角撇了两下，轻声说：粉香姐。玉米的声音并不大，听上去却像是喷涌出来的，带着血又连着肉，给人以血光如注的错觉。有庆家的呆住了，他再也没有料到玉米会喊她粉香姐。嫁到王家庄这么长时间了，她有庆家的算什么？一条母猪母狗，谁拿她当过人？有庆家的被玉米的粉香姐打翻了5味瓶，竟比玉米还要揪心了。有庆家的没有能够憋住，一口放开了嗓子。有庆家的一把扑在了玉米的肩头，顺便把嘴巴捂在了玉米的胸前。这时候他的肚子里面却是一阵动，有庆家的感觉到了，那是小王连芳在踢他的肚子了。有庆家的一想起自己的肚子，气又短了，不敢再出声了。要是没有王连芳，她和玉米不知道会成为多好的姐妹，可她偏偏就是王连芳的大女儿。这个想法把有庆家的塞住了，说都没法说。有庆家的调息了半天，总算把自己收拢回来了。有庆家的抬起头，抹去了眼泪，却发现玉米已经在看着他，没事的样子，又吓了有庆家的一跳。玉米的脸上虽然没有一点血色，可神情已经恢复得近乎平常了。有庆家的有些不相信，可玉米的样子在那儿呢，这是装不出来的。有庆家的到底不放心，小心地说：玉米。玉米的头让开了，说：我不会去死，我倒要好好看看，你别给我说出去，就算帮过我了。玉米说这句话的时候居然还笑了一下，虽说不太像，但是嘲讽的意思全有了。有庆家的想，玉米这是怨我多事了。玉米脱下自己的上衣，把相片与信件包裹起来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开门出去了。有庆家的一个人被丢在卧房里，僵在那儿。有庆家的想，这下好了，多事有事，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玉米又要恨自己一个洞。玉米睡了一个下午，夜深人静时分，玉米来到了厨房，一个人躺在了灶台后面。他把自己解开来了，轻轻地抚摸自己的乳房。手虽然是玉米自己的，但是那种感受和国良给他的并无差异。
就是手是自己的，这一点太遗憾了。玉米的手慢慢滑向了下身，当初国良的手正是到了这儿被玉米挡住的。现在玉米要替国良哥做他最想做的事。玉米无力地瘫在了稻草上，身子慢慢地烫了，越来越烫，难以按耐，只好吃力地扭动。但是不管怎样扭，总觉得哪儿不对，特别的心愿难随，更需要加倍的扭动了。玉米的手指再怎么努力都是无功而返，就渴望有个男人来填充自己，同时也了断自己。不管他是谁，是个男人就可以。夜深人静，后悔再一次塞满了玉米。玉米在悔恨交加之中，突然把手指头抠进了自己。玉米感到一阵疼，疼的却特别的安慰。大腿的内侧热了，在很缓慢的流淌。玉米想，没人要的逼，你还想留给洞房呢？